欢周老师频道，请按赞、分享，或者是加入成为学员。学员限定影片将使你的国文更上一层楼哦！等等等等，还有周老师最新出的经典古文阅读指南，马上扫描 QR Code 购买吧。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10分钟国文轻松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李白非常有名的作品，叫做《春夜宴纵地桃李园序》。这篇文章我过去一直以为是国中的选文，没想到在上课的时候讲很多同学并不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很简单的来讲一下这篇文章。那因为里面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句子，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大家来阅读的。好，我们就来看到文章的部分咯。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展现出来了李白的一种大的特色。我说李白是浪漫派嘛，对不对？那浪漫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从西方过来的讲法。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表达自然的壮阔之感。那这样的特色在李白的文章当中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边提到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什么意思呢？夫是个发语词，没有意思哈。天地它是万物的旅馆，逆旅就是旅馆的意思。这个逆它有迎接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迎接旅客的地方，那就是旅馆了嘛。它是个旅馆，就代表说有一天你必须要从这个旅馆离开，你不能当奥 K 住在这个地方不走了。所以万物都有一天要从这个人世间天地间离开。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光阴数百代的人不断的在这个地方经过它就像是一条路大家走了过去，大家都是过客。所以这个过客的意思跟旅馆的意思都是一样，没有人会驻扎在天地光阴当中赖着不走了。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死亡的焦虑人就会想到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浮生就是人生，出自于庄子。人生就像一场梦一般代表很快速，很梦幻。为欢，为就是做的意思。快乐的事情有多少呢？几何就是多少，代表欢乐的事情没有很多就跟曹操所讲的一样嘛。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是因为欢乐的事情这么少，人生又这么的短暂，所以古人秉烛夜游，良有疑也。古人在晚上拿着蜡烛去夜间郊游，实在是有原因的啦。为什么？因为早上享乐享不够你不知道明天我会不会就拔豆就摔死了，对不对？那我为了要把握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晚上我拿着蜡烛也要出去玩，把握光阴享受人生 OK。 所以这个良就是实在，代表肯定之意。以就是原因。现在这一个聚会的时刻，就是人生当中少见的欢乐时光。那当然我就要来大书特书，大写特写啦。况阳春招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这句话是最有名。阳春就是温暖的春天，招我以烟景就是以烟景招我，用良辰美景召唤我。大块就是大自然，用它壮丽的景色借给我，让我来写文章，让我来欣赏这个假就是借。所以在这么温驯
美丽的春景当中，我跟我的家族们呢，会桃李之芳园，续天伦之乐事。会就是聚集在这个桃李的花园之中，一起来享受天伦之乐。我的兄弟们啊，群骥俊秀，皆为惠廉。这个惠廉就是指谢惠廉。谢惠廉他是南北朝的诗人嘛，那你听到谢就知道是谢家的人物。那这个谢惠廉后来就被诗品他的作品被评为中品。所以我就说啦，其实陶渊明被评为中品也没有很差，跟他同一个排名的是谢惠廉，也是当时候呱呱叫的人物嘛，所以这很不错啦。我的这些兄弟们的才能都如同谢惠廉这般的有才学，无人咏歌，独惭康乐。哎呀，那我来讲啦，我就是写的比较不好，比不上谢康乐，就是谢灵运。就是谢灵运也是谢惠廉的兄长那一辈嘛。那我的弟弟他可以比得上谢惠廉，那我呢比较没有才华啦，我不敢说我自己比得上谢灵运。那这个当然是个自谦之词啦。李白写的文章当然是谁都可以比得上啦。忧赏未已，高谈转清。忧赏就是大家欣赏这个美景还没有满足的时刻，这个已就是停，大家的谈论已经渐渐转到了清雅高谈上面去了。当大家看到了这个美丽的景色的时候，它不只是欣赏美景，他们还透过这个景色去谈论了一些人生的哲理人生的目标理想其实就变得更加的抽象，更加的哲学了嘛。这就是所谓的高谈转清。那也代表大家之间也谈论得更加的深入了，非常的投入在景色带来的体悟上面。所以后面提到，开琼筵以作花，非羽觞而醉月。我就坐在花丛里面去享受这一场有着丰盛佳肴的宴席，大家吃得开心，谈得愉快，喝酒一直喝到了晚上，飞羽觞。我的酒杯像飞的一样，代表说一直在传酒递酒，喝得很畅快的意思，喝到了晚上。美景之乐，天伦之乐，美酒美食之乐，这三个乐加起来，那不就是快乐极了吗？因此他才会说不有佳作，何生雅怀。在这么美妙的时刻当中，如果我们不写出一些作品，哪里能够去抒发我们高雅的怀抱呢？这个生就有抒发的意思，反正他们都是文人嘛，文人一聚在一起就开始要写诗吟诗作对，才能够去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澎湃如诗不成，罚以筋骨9数如果你诗写不出来的话，我们就依照筋骨园他们的游戏规则罚你酒3杯这个筋骨园就是南北朝时候石崇他所建的一个庭园那个时候的人很多都会聚在他的园里面来饮酒赋诗所以是一个很像沙龙那一般的存在。所以在这一篇《春夜宴种地桃李园序》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古代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人的寿命并不是这么的长久嘛。那人活在世上也有非常多不能够自己决定的很多的遭遇，所以很多的人他更加的珍惜他的光阴，去及时行乐面对亲朋好友的相聚也是更加的珍惜的。好今天就是我们的春夜宴种地桃李园序的文章咯。
我们现在再见，各位拜拜。